高雄人在地閒聊，亞資中心起飛了，哪裡會先漲？先說結論，亞資中心的招商成績目前看起來真的超級好哦，你現在要入場都還很有機會啊，基本跟亞洲新灣區重疊啊，所以你看亞洲新灣區的 buff 哦，嗨，我是買房阿元，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們上一支影片聊了雙北房價出現分歧，如果你還沒看過的話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來跟你討論亞資中心的招商成績超級好。來看一個新聞，標題我念一下：亞資中心高雄專區快滿週年，彭金龍接成績單，喊6年資產管理規模倍增到60兆。如果在高雄可以，何須去新加坡？我靠，我靠！放話放成這樣哦，這麼有信心哦。那我們先講一下內容哦，就是金管會的主委彭金龍先生出席2026縣市政策說明會，高雄首發場的時候分享了現在高雄資產專區過去1年的績效，已有56家金融機構進駐，且後續仍有機構申請中，並且有8家國際資產管理公司願意來台設區域中心。然後高雄資產專區的招商成績很不錯。以銀行為例，家族辦公室已服務139家，管理資產超過800億。你看那個家族辦公室聽起來很厲害哦，好像是在一些電影裡面才會看到的哦。目前在高雄都有了而且開始有金融業跟他們反映，在高雄不好租辦公室，他們也正在協助中。這樣也就是說，現在的亞資中心發展的相當不錯。辦公室的部分這我解釋一下，為什麼金融業會反映不好租？因為這種金融業他們要的辦公室是頂級頂規的，你知道，不能是一個就破舊大樓，然後那個管理員不理人就是這樣，然後也不開冷氣，他也很熱，滿頭大汗坐在那邊滑他的手機，不能是這樣。金融業頂規他們要的辦公室是，對不對？就是我們想象中的那種啦，很高級的啦。因為要招呼的客戶對象是誰？頂級富豪然後你把人家帶去那個老舊的商辦，說我來幫你家管理資產，你把自己都管理成這樣了。那樓下機車亂停，電梯有檳榔渣什麼的，你覺得這個富豪能夠安心把錢交給你嗎？所以金融業要的辦公室其實比較接近一種反正就像高級招待所這樣地段不用講門禁跟隱私都要拉到最高規格，最好走出大樓旁邊就是5星級飯店跟米其林等級的餐廳問題就在這裡，目前這種規格的商辦，高雄以前沒有人在蓋啊，這個我八卦的時候我補充因為以前沒這個需求啊。但是亞資中心一進來，需求跑出來，所以不是辦公室不夠，是頂級的辦公室不夠然後我們來討論一下亞資中心對高雄的意義為什麼金管會、中央金管會跟高雄市政府會花這麼大的力氣來做一個示範區？因為對高雄來說，這是一個城市升級的機會。什麼意思？金融一個城市如果只有工廠，它會有產值沒有錯，但很難產生高端消費。那我講的就是以前的高雄，對不對？石化重工讓高雄人有沒有錢賺？有但是很多高端消費根本撐不起來。但如果有一個城市開始有國際金融機構，那代表什麼？代表這個城市開始處理有錢人的錢用錢玩錢賺錢這個更快嘛，直接跳過生產銷售製造這個層級不一樣。因為金融業帶來的就不是單純的就業人口而已，它帶來的是資金、人脈跟各種商務活動。而這些機構進駐以後，不只是租辦公室呢，它也會需要各種高階的服務呢。高階的服務業，比方說不是餐廳而已而是律師，對不對？精通稅法的律師、會計師、稅務顧問、保險規劃、信託高級餐廳、商務會議空間等等這些東西開始在高雄要慢慢成型了。這個就會讓高雄的產業結構發生改變。而此時的高雄又有什麼？台積電的產業投資嘛。所以現在高雄滿手好牌左手台積電，高雄人賺錢，不一定是高雄人反正就是高雄台積電那右手亞資中心幫全台灣的有錢人來做理財，那個地方是特區可能就是要專程去一趟高雄，然後處理這些事情這樣。然後銀行也還是那些銀行，只是說就是規劃一個特區，你在裡面才能買到一些特定的就是特許的東西，只在這個金融園區裡面開放就對了。那對高雄未來的發展非常的誇張，左手最高端製造，右手台灣目前最強的金融特區。我講的是潛力當然比不上現在的信義計劃區。最後你要知道亞資中心會讓哪邊漲起來那講完亞資中心的重要性以後，我們就來討論說，這個亞資中心發展起來以後，高雄哪邊會受惠也歡迎你來留言寫下你自己的答案。你覺得會是楠梓嗎？還是會是鳳山
我直接跟你講，我的版本又來了哦，亞洲新灣區哦，美術館、農16，大概就這幾區了。為什麼？因為高資產客戶他們就沒有什麼很在乎啊，他們要的是方便、隱私、文化、安全哦。先講亞洲新灣區這邊共地緣之變，亞資中心跟亞洲新灣區幾乎重疊，亞資中心有做過一次調整，把那個以前沒畫到的中正路，就是金龍一條街哦，高雄的南京東路就對了，那就把它劃到亞資中心區，因為那上面本來就很多銀行哦，地緣之變，所以亞洲新灣區你就不用講了，它是重疊的，又亞灣又亞資哦。那地緣之變啊，所以你在這邊齁，資產沒有什麼好猶豫的，因為現在兩大政策，而且這個亞洲新灣區齁，這算起來會是地方政府跟中央都聯手合作的這種等級的政策，這不是我們地方政府自幹而已。好，那亞資中心也是，這一定有中央，一定要是中央的權限才有辦法做的，通通重疊在亞洲新灣區。你看這個押寶亞洲新灣區押得多狠啊，也不是押美術館，也不是押農16，全部都要押亞洲新灣區。所以我說嘛，我雖然自己住美術館，但是亞灣的那個資產也都先排好了，我目前能力範圍之內我已經買好買滿了，那就是等它扛起來就好了。那亞灣未來還有一大堆東西，不然為什麼特茂山要蓋這麼大規模，對不對啊？不然為什麼捷運黃線在那邊有2站，就旅運中心啊？為什麼鴻海在那邊 Y15連開案要投放3000人這都是重疊亞資中心的範圍。那再來就美術館。美術館就代表的是高雄文化的核心嘛。美術館是這樣鬧中取靜，就是這是真的。我上次臨時要買禮物禮品那我是騎車啦，因為我很討厭開車，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雖然高雄車已經很好開我開車我就很怕，對不對？我就直接從美術館這邊就到漢神巨蛋去5分鐘，然後就回來了。所以這是安靜的地方，就像大安區你要熱鬧幾乎沒有，可是富豪都聚集扎堆在大安區。那你要熱熱鬧鬧，那年輕人年輕人是信義區、信義計劃區是這樣。那對比到高雄的話，美術館就是高雄的，像台北的大安區這種地方，超不熱鬧的，什麼都沒有，就一個麥當勞然後幾間吃的，大概就是這樣。當然也有便當店但是其他的餐廳看起來什麼日料，看起來有點高級啊，沒關係，老人家有錢的老人家要的是安靜跟綠地就這樣，生活感難以複製啊。最後是農16農16的優勢就是交通方便往北往南通通都非常的方便，而且農16是高雄少數從重劃階段它其實是定成純住宅的地方，人口組成也算單純啊，到處又是這個風風火火開幹新案子，然後也有富邦凹子底 BOT 案那邊算凹子底啊，不過也差不多，就是那一帶那主要發展放在北高雄然後亞資中心跟亞洲新灣區在南高雄，就是這樣。所以我認為這幾個地區會是亞資中心的優先受惠區。講完了那我們整理一下，我們今天講了高雄亞資中心快周年的成績單，那結論就是以金管會主委自己來看，都叫成績非常好高級辦公室供不應求，是真的沒有就沒在蓋啊，這個我八卦的時候補充那未来會優先受惠的地方就不用看了，第一名絕對就是亞洲新灣區，再來就美術館再來就農16，我說的是房價受惠這樣因為那個你全部都在南高雄也沒有不行啊，但北高雄你也要一個頂級辦公的地方，那你會放在哪邊？應該就是農16了也不會是美術館這邊放辦公室，這邊就美術館特區也不能蓋嘛，不能蓋那種純商辦啊。但是那個有富豪資產的話，反正我相信以台北市富豪的那個眼光來看高雄，會說我靠，怎麼房子那麼便宜，然後外觀看起来跟台北新大樓們差不多所以他們資產的可能性會很大。那再來是什麼？再來是服務他們的高階服務人士，比方說很屌的律師很厲害的會計師，那他們要資產他是在亞資中心那邊服務富豪家族辦公室沒錯，那他自己要住哪裡他自己要住我亂講大寮他自己要住小港南吧，他們比較有錢的話他們會住哪邊？就我剛剛講的，還有另一種說法叫美濃鐵蛋美濃鐵蛋，這個也是我發明的，我就剛開始人家講美濃然後我自己加個鐵蛋，因為差不多了下呢那個美濃鐵蛋美術館農16鐵是哪邊？你猜一下，鐵高鐵高鐵特區蛋漢神巨蛋就是那一區好當然漢神巨蛋跟農16是有點重複啦，不過沒差，反正這樣講比較粗鄙美濃鐵蛋，美濃根本不產鐵蛋但是講美濃鐵蛋大家比較記得啦好不然每次講高雄講一講說美濃不是很遠嘛好，那大概就是這樣。如果你要自產的話，可以優先考慮這幾個地方，因為那些高階服務人士他們會買我不是說富豪會來買，而是高階服務人士
他們會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質，也是選這些地方。最後我想問你，你認為亞資中心5年內會起飛嗎？ A 會，我看好高雄市政府的實力。 B 不會，金融業題材還太早。 C 不會，我覺得買台積電比較實在。在講八卦之前來點乾貨，很多朋友會問我說，阿元你房地產做這麼久，有沒有口袋名單啊？這不就來了嗎？掃一下這個 QR code， 我有的牌都在這裡了。進去先點影片看我介紹，讓你心裡有個底哦，然後就可以直接加他們的 LINE 了。買賣房子，台北找銷店，高雄找林店，美術之星，這2位都是我的大前輩，我有問題也是直接問他們，你就直接敲就對了。如果你雙北要裝潢漢意室內裝修嘛，很多觀眾朋友合作以後都覺得很滿意。那如果遇到了法律上的問題，有頂尖律師可以幫助你。好啦，我有的資源都給你了，你有需要你就大方用，不用客氣。最後我要請你支持我，加入我的頻道會員，每個月250塊錢，直接抄我做好的重大建設功課。高雄置產哦，老會員都跟超過1年了，沒料的話大家早就跑了。最後也不要忘了幫我按下訂閱按鈕。YouTube 的後台跟我說有 74% 的觀眾還沒訂閱，這樣都能超過5萬人支持。如果你還沒訂閱，麻煩先按一下買房阿元 logo 旁邊那個可愛的按鈕，對，點下去就對了。這樣我離10萬訂閱又更近一點，拍片的動力也會暴增。按好了嗎？感謝你這麼挺我，祝你老了有房又有錢。講八卦講八卦，亞資中心那我要關注一下，因為我以前以為這個是畫唬爛的東西就是以前叫做三多分行兆豐銀行三多分行，現在改成亞灣分行嘛，然後說什麼符合亞資中心怎樣，就改招牌名字，我覺得又在那邊尾後爛，然後現在看起來說管理要上看60兆，好厲害。那家族辦公室這東西所以這說不定會造就一波，就是像我們台灣念金融，你要麼你考政府的工作往這邊走你要麼你在台灣你金融業的人才，你說頂尖那個薪資能有多頂尖也還好，對不對？是不是絕大部分有更好的機會都去美國去國外？那有這個亞資中心，我想應該就有辦法留住台灣的這些頂級的金融人才了。好，亞資中心，然後那跟亞洲新灣區都是重疊的好，那我講一講高雄的商辦當然我講得很淺商辦我沒有特別去了解好，那商辦是這樣，高雄的商辦有斷層，這個斷層就是說把商辦攤開來研究，你會發現說有那個10年內商辦，有北高雄這邊就有在中華路上，我以前也去開過會，然後你要找10到20年的商辦幾乎看不見幾乎沒有然後就直接是30年商辦，就是有一個真空，你知道蠻莫名其妙的，就是以前高雄在跟台北頭角爭龍的時候，真的以前高雄，所以高雄人對房價沒信心，高雄老人為什麼？因為他們認為現在只是漲回來而已，你知道嗎？剛開始在民國大概70、80年代的時候，高雄台北頭角爭龍房價是差不多的然後就後來就直接往下跌了10年20年那最近才在爬起來，所以老人看高雄房地產沒有信心就是這樣。那商辦也是那時候毛起來蓋毛起來蓋以後發生什麼事？就發現東帝士集團那倒的那一波影響非常的巨大，非常多的建商非常多的服務業或幹嘛就一起掛了。好，商辦就控制成那樣，你看八五大樓就知道了。好，那控制成那樣以後就不蓋了，當然不蓋誰蓋誰腦子被敲到，好，那就不蓋，就出現了這個斷層。結果你看看一個城市在發展，這個要講說我們台灣的國運就現在突然 AI 大爆發其實在 AI 大爆發以前有相當多的技術也都曾經出現了較好的這個階段，可是它不叫做較好又叫做現在看起來就是 AI。 你看那個亞洲新灣區以前叫做什麼也不是以前它現在還叫做，以前它叫做 IoT 園區呢。 IoT 是什麼？物聯網，物品連上網絡，聯合的聯不是連接的連聯合的聯就什麼聯合診所的那個聯物聯網就是說你家冰箱它裝一些有的沒的，然後它可以連上網，然後就知道說你的那個牛奶快過期，趕快提醒你要喝，就搞這個。然後 AI 時代爆發，它就把它改成叫 AIoT， 你看AIoT。 好，這個就屬於叫好不叫座的技術，還有很多什麼 VR、AR、3D 列印區塊鏈這種東西。那現在 AI 的話 ，AI 狂到什麼程度？狂到 AMD 來放研發辦公室，放在亞洲新灣區，放在一個中古商辦裡頭，很怪他們都有保密需求的嘞。結果要跟別人一起坐電梯，然後那間
高雄商辦就還好，你知道，所以都是租一些七七八八的公司，就不是很厲害的公司，地方的公司可能貿易的啦，可能催款的啦，這些要跟 A&D 的辦公室的工程師們一起做電梯商就很奇怪，就對了。為什麼？好的商辦擠不出來啊？現在新灣區第一批商辦正在蓋的，第一批商辦要擠出來的，應該就要等那個了，等特茂3了。不然怎麼辦？就是銜接不順利。當然你說高軟也有高軟以前更誇張，好不好？高軟裡面還有什麼代書事務所、會計師，反正就是租不掉就給那個租稅補貼，然後就是什麼006688專案，反正我讓這裡有人就好了。然後這個 AI 紅起來，哇，突然全部塞滿，現在大家都在等高軟2期然後那個漂亮大的海景辦公室，你除了等高軟2期，今年年底就蓋好了應該再加裝潢啊什麼有的沒的話，應該明年 Q2 因為 Q1 大概都在忙過年Q2 的話就會有企業正式進駐了。好，那接下來就是等特茂3才能供應出大量的超大面積單層超過300坪500坪的這種海景的辦公室給一流的企業來用。現在很誇張裡面有 IBM 有 Cisco 然後有 AMD 有 NVIDIA 超算中心鴻海智威哇通通都在裡面。可是商辦不夠用 A 級商辦不夠用，就是這樣那個 A 級商辦不夠用到什麼程度？那個駁二香蕉碼頭你去過嗎？真的以前香蕉碼頭那不是一個超大的倉庫嗎？被改成辦公室，我靠！當然不是拆掉重蓋辦公室，倉庫硬改成辦公室，然後就文清風啊、臨海啊、安諾都安諾只能這樣子，為什麼蓋不出來啊？改倉庫很快所以國運啊，但高雄的話，在這一點我們也不能說高雄銜接的不好你沒接入球，那誰知道啊 ？AI 說爆就爆，然後跟那個蓋商辦這種東西需要時間啊。好在現在 AI 的敘事還在持續前進，而且即使 AI 其實我們大家用它來聊聊天或幹嘛而已嘛。AI agent 真的要幫你做事情的，還不算大家都會的程度那看起來馬上又有一個後浪要接手了要把這個 AI 的東西繼續推下去。不然我很怕 AI 又是一個放煙火，你知道？現在看起來應該沒問題了，應該是改變世界格局的那些東西要機器人。你有沒有發現鴻海在這一波股票大漲好像也沒他的事有啦，有稍微起來啦，可是就不是那種猛爆性的漲人家就是製造業的但是如果走到了所謂的機器人時代，哇，那鴻海就厲害了，對不对？生產製造你誰玩得贏我？就這樣鴻海也要在亞洲新灣區嘞，對不對？捷運黃線 Y15 連開案預計投放3000人，所以這不是說我看好亞洲新灣區，而是你自己看那個高薪的工作機會，然後金融的亞資中心、亞洲新灣區各項開發全部都壓在那邊。只是高雄現在你怎麼看就是北高雄比較夯，這個有台積電有現在的漢神巨蛋，有馬上要開幕的，也沒有到馬上了大概明年後年就馬上要營運的那個漢神3館搞了北高雄這樣風風光光熱熱鬧鬧。但是其實你自己看中央跟高雄市政府他們重壓的是哪裡？亞洲新灣區所以趕快去看啊，真的趕快去看啊！亞洲新灣區你找中古電梯大樓3房平車，一坪30萬以下還很多呢，20萬以下都找得到呢，還不是鬼屋還不是很爛的那種我的會員頻道不是也帶你去拍，整個攻略都幫你做完了。我說單一個社區啦，趕快去看啊！這個是中央跟地方共同重壓的地方。然後現在舞台是誰的？舞台是北高雄的，沒關係，這本來就是一階一階要人接棒的所以我相當看好高雄你如果就是奔着要自產的打算，新灣區新灣區你至少怎樣，比如股市落袋為安本業有賺錢，安樂都安樂，你新灣區先搞一點再說，先長期自產，然後支持政府的社會住宅政策，你先出租再說。有一些新灣區3房平車很難輸然後高雄商辦超爛超級爛，那個爛是爛，商辦冷氣都是中央空調嘛很多商辦不開窗，不給開窗不然開窗也是開一點點縫而已啊。好，然後依賴中央空調有一個結果叫做什麼？叫做管理費超貴，商辦大概一坪的管理費都要100塊以上110、120都有，很貴呢。這種情況之下，然後你說依靠中央空調也行吧？媽的那個晚上6點就關，加個班什麼都不行，然後平常這個中央空調又不冷只能自己裝自己裝窗戶，你又不讓我掛室外機整個麻煩。所以高雄商辦商辦真的很爛中國商辦真的很爛，然後那些頂級外商他們要的就是頂級 A 辦又還在蓋，整個很糾結。我知道有流派已經卯起來在
慢慢在收，也不是慢哦，幾乎到出一間還要收一間的這個程度哦，都收亞洲新灣區裡頭的中古商辦。他們要幹嘛？他們就在等這個，等亞資中心，等亞洲新灣區起來就好。你知道現在高雄的這個中古商辦，大概25年到30年的中古商辦，其實也都好好的，電梯啊什麼的都還可以用哦。啊，你知道現在一坪多少買得到嗎？我現在講的不是什麼300-500坪那種超大坪數哦，就是大概30坪、40坪哦，這種很普通的商辦，租一家小公司就很夠用的。現在一坪20以下還買得到，就是這樣啊。哦，所以商辦為什麼有人要去做？因為它不受信用管制，你知道。我們現在不是第一戶首購的話可以8成，第二戶的話是怎麼樣？第二戶的話就是自備，現在可以是4成哦，貸款可以6成。第三戶那個我們不討論，因為你真的要買到第三戶，他前面看你還有2間掛衣，就軟釘子了。商辦的話沒差，你愛買幾間你買幾間哦，全部間都是7成哦，有人在做。買商辦通常現在在台北市想的是什麼？想的事情是哦，商辦的那個投報率吧，大概就是做長期收租了吧。可是商辦在高雄不一樣，商辦在高雄你可以拼什麼漲幅？就一坪20萬以下，這個不小心就突然就是30萬了。哦，30萬的話，你乘上我剛剛講的那個東西，一間這個辦公室哦，還在1300萬、1400萬就買得下來了，有什麼問題哦？對，所以亞資中心、亞洲新灣區啦，隨着時間越接近2029，新灣區的新聞會越來越多。好。以後就是一北一南，北高雄王者就是台積電，跟它相關哦，交大、清大那樣。那南高雄王者就集中在亞洲新灣區。我一講一個區，你可能就不知道在哪裡，你就這樣子想，高雄圖書館總圖附近走路會到的地方就對了，就是那邊。所以亞洲新灣區是一個範圍很大，甚至要過五福路橋那邊就還好，因為那邊太觀光了。那個你就看啦，就是高雄圖書館總圖附近走路會到的地方，走路能到三多商圈捷運站的這一帶大概都可以，就這樣給你參考。